It's a free toilet. Now you don't dare. 没想到来埃及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这么多套路，本期视频可以收藏一下，防止来埃及被骗。有反转，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飞扬，现在我到了埃及机场，然后要开始埃及的旅行了。据说啊，埃及这边骗子呀，还有小偷啊，什么套路特别多。那这次我一个人来埃及呢，然后现在心里面是有一点点慌的，就是希望不要被这些套路给搞了。然后现在下飞机第一件事情，好冷啊，我要赶紧把外套拿出来。现在是3月初，然后埃及这边就白天我看都是30度，到晚上现在就是10几度，我得赶紧把衣服拿出来换一下。从这出了机场之后呢，直接用优步打车就可以了，价格非常便宜。我在这里打车到酒店是37公里，才210埃及镑，相当于是40多块钱，就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。我的车来了，上车了。我们埃及之旅之后再见。因为来埃及会看很多的金字塔和神庙，所以我先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埃及的历史。这是我做的埃及与中国朝代的对应表，方便大家对时间有个观念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埃及的文明出现得非常早。我们常说的金字塔和神庙全部建造于古埃及时期。古埃及和中国类似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历史学家将统一的时期呢分为古、中、新王国3个时期。前后动荡的时期则分为第1、2、3中间时期。从古王国时期开始，历代的国王就会为自己建造金字塔作为陵墓，直到新王国时期才结束了金字塔的建造。新王国时期的古埃及呢达到了巅峰，著名的拉美西斯2世和图坦卡门法老都是在这个时期的。但之后的古埃及王国逐渐走向了衰败。大家喜欢这样的历史介绍内容吗？可以投票或者弹幕告诉我。那么第一天，我们先去看看埃及历史上的第一座金字塔——左塞尔金字塔。它位于开罗吉萨市南部的塞加拉金字塔群。当我满怀期待地进入景区时，骗子直接给我来了个下马威。It's a free toilet. Now you don't dare. 在左塞尔景区这个售票处旁边的这个厕所里面上了厕所。我在上厕所的时候，那个小屁孩，还有后面这个老头就问我要说是要钱，我说没有，然后我说，然后我又拿摄像头，刚才就对着他，他就怂了。刚才我又找售票的人问了一下，这个厕所就是免费，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很多人不知道的就被他就收了钱了，就是要5埃镑，相当于1块钱人民币。虽然这钱少，但是我觉得这种坑蒙拐骗是第一骗啊，今天躲过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把戏。左塞尔金字塔建造于公元前2667至2648年间，是埃及的第一座金字塔，高62米，由6级4棱的台阶构成，所以也叫阶梯金字塔。大家都知道，建造金字塔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，但在公元前2600多年，埃及就有这样的统治力。再想到同时期的中国还没有进入夏朝，古埃及的文明着实让人佩服。所以在看到一座4600多年前的文物矗立在面前时，那种跨越时间的感觉真的很震撼。古埃及的金字塔不只是坟墓，也有成功促使法老抵达来世，使他可以永远重生的目的。所以之后的法老都开始依照这个雏形来建造自己的金字塔，直到发展成我们熟悉的4棱锥的样子。在左塞尔金字塔的南边有一个入口是可以下去的，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金字塔里面什么样子。现在呢，我们进入到了这个金字塔里面，这里非常矮啊，就非常矮，大家要注意不要碰头了。我1.8米，我感觉我再高点就直接蹭到上面岩石了。Hello. Hello. Hi. 就是金字塔里面，那里呢应该是一个主入口，直通到底。下面的这些地方我们都下不去了。花了20块钱进来就看了这么一个洞，好亏！埃及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只能看到一些洞，然后就没了。
所以这个大家就不用花这个钱了，没必要啊。我以为他是能走到下面去的了，结果就站在上面看一眼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拿着枪的保安要带我，他让我意思是让我过来，像我不知道是不是要问我要小费啊？先拍着看。哦。This is real from 1,000 years ago? Original color. Lebanese? Chinese? Chinese. 你好。你好。How can I say it here? What? Yeah. I will see myself. Thank you. 哦，果不其然啊，即便是穿着制服的人，你也不能相信。还好我预感到了，他就带我去看里面旁边一个墓的岩画，然后一直摸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还跟我说中文说你好，套近乎。他还要带我去看，我就感觉不对劲了，我就拒绝了。然后他就开始问我要小费了。还好他只带了我，可能走了不到10几米吧，然后我就拒绝了，也就没有付了。要不你知道他扛着枪的，还是个保安类似的人员，但是你看，他如果带你看的多了，你不给钱，这就很难拒绝了。所以大家来的时候，一定要拒绝这些景区人的好意，千万不要跟这些主动向你示意的这些人搭讪。我们继续看看别的东西吧，这边墓特别多。在这个破的金字塔的下面呢，居然还有一个入口，可以进去看一看。这个感觉比那个左塞尔金字塔的更原始一点啊。这个小门儿，很矮的一个小道啊，我会全程弓着头才行。高度也就1.2米左右。一个石棺，然后可以看看里面什么样子。这也是唐木碾泥的。这边是一个西班牙家庭啊，他们被那个当地人的马夫纠缠了好久，他们要合照，那个马夫就一直要跟着他们合照，然后意思是要小费。他们家都烦死了，然后跟我在这抱怨，还是最后是我帮他们拍了一张照片。现在我们来的景区呢是公牛墓。啊，这个是ماشي اخوك تفضل اخوك اوكي no 这个公牛墓建于公元前1350年左右，地下隧道的两侧分布着24个花岗岩的石棺，有些石棺可以重达70到90吨，里面曾经放着陪葬的公牛木乃伊，当然现在都已经搬空了。这个景区还有很多的金字塔和小神庙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入园区看左塞尔金字塔的门票是200埃及镑，其他神庙和墓呢会单独收费，所以直接买一个480埃镑的套票是比较划算的。进入左塞尔金字塔的额外100埃及镑就没必要花了，价格整体还算比较便宜，但是没有讲解。不过每个墓穴的门口都有介绍牌，大家可以用谷歌翻译拍照看一下。看完左塞尔金字塔，出了景区，在大马路上随手拦了一辆公交车，4埃镑。就可以到胡夫金字塔附近。现在我走的这个街道呢，就是在金字塔边上的居民区的街道。如果大家选的民宿或者是酒店在这附近呢，走的街道也是这样子的。大家看一下什么场景？这到处都是马粪、骆驼粪，因为这里的马夫和那个骆驼车夫啊，都是把这些马放在这里休息的。拥挤的街道加上很烘臭的这个马粪味儿，体验特别不好。所以大家来开罗啊，
来开罗，在开罗住的时候，就我建议尽量不要住在这个景区边上，住在市区里面，打车过来就好了。真的打车这里特别便宜，基本上用优步打车1公里1块钱的这个水平，所以来这边也没有多少钱。然后还是住在市区里面舒服一点。这个骆驼真的好高呀！ Welcome to Egypt. Hello。带大家看一下我住的酒店啊，我当时订了，想着离金字塔近一点，方便去金字塔看一看，就住在了金字塔边上。这里离金字塔只有300-500米的样子。Hello。Hello。笑一下都想要个$1，这些人真是，哎。 那这里呢，就是我住的酒店，住的民宿。Hello， 看着还比较光鲜亮丽的，里面还不错。这个就是酒店 Jannah Pyramids View， 它有3层，然后我住在2层。 这个是公用卫生间的房间。Hello， 这个是酒店的老板。非常热情的一个大叔啊，然后的房间收拾也非常干净。This is Japanese or Chinese? So some Chinese money. Yeah, Chinese. Yeah, or review here. 看到了一些很多中国人、各国人的留言，还放了一些钱这种的。这里呢，在金字塔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家民宿了。然后我觉得它虽然外面看着旧一点，但是里面的床铺什么的都是整得非常干净。然后这点就是公用的一个卫生间，洗澡、洗脸什么的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我的一个房间。现在它这个钥匙啊，很特别、很传统的一个钥匙，感觉好简单。不过因为是老板家里啊，所以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。是我订的一个大床房，它这个被套、床单什么的，这个我确认过了，都是新换的，就是一闻上去有那股洗衣粉洗过的那个味道，还是蛮干净的。房间里也没有奇奇怪怪的味道，住着的话还是蛮舒服的。这个民宿1晚80元，包含简单的早餐和洗衣服务，大家觉得值吗？傍晚时分，坐在屋顶，欣赏着夕阳下的胡夫金字塔。明天我将带大家近距离去看一看。为了避免产生过多的误会，我想先提前声明一下，其实我来埃及前是有心理准备的，但是没想到第一天就遇到了这么多套路。当时的我确实很失望。但随着之后旅行继续深入，离开景区，我也遇到了很多善良友好的埃及人，这让我对这里有了新的认识。甚至在我最后走的时候，其实还有些不舍。因为我的视频是真实的旅行体验，我想让大家看看我是如何在旅行路上改变对一个地方固有偏见的。所以第一期视频确实是失望的情绪比较多，但我也不想让大家仅凭这一期视频就产生过多的偏见。任何地方都有好有坏，所以我先提前预告一下，大家可以通过我之后的视频继续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多面的埃及。我是小飞扬，一个分享真实见闻的旅行者，我们下期旅行继续。